夜深人静，65岁的老张却翻来覆去难以入睡。他白天在公园听几个老友聊天，说起上了年纪还有没有那种需求，有人笑称我早就金盆洗手了，也有人只是嘿嘿一笑没接话。老张心里有个小秘密，他偶尔还会偷偷自己解决一下生理需求，但想到各种传言都说年纪大了再干这事儿不好，会伤身，他就有些担心60岁后偶尔手淫对身体究竟是祸还是福呢？像老张这样暗自困惑的人并不少见，许多中老年男性一提起手淫就羞红了脸，有人甚至管他叫干坏事。大家觉得这么大岁数了还谈这个实在不好意思，所以宁可憋着难受也不愿提。但是人老了并不代表那方面的需求就完全消失，只是变得更隐秘了而已。过去流传着不少可怕的说法，什么精尽人亡啦，伤肾伤身啦，搞得很多老伙伴闻之色变。其实啊，有些观念真得改改了。据说有 99% 的中老年人都不知道，60岁以后偶尔偷偷摸摸一下，竟然会让男人的重要器官前列腺发生6个意想不到的变化。接下来我们就像纪录片探秘一样，层层剖析这个看似羞羞的话题，揭开其中的科学真相。也许听完您会发现，这件被称作是的举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首先，第一个变化是降低前列腺癌的风险。听起来不可思议吧？前列腺被称为男人的生命线，到了老年，他最怕的敌人之一就是前列腺癌。很多老朋友可能以为手淫是伤身的，但现代研究恰恰发现，规律的射精反而可能有助于保护前列腺，降低前列腺癌发生的几率。国外有项长期追踪研究统计了数万名男性的健康数据，结果显示，一生中射精频率较高的男性，前列腺癌的发生率明显比那些频率很低的人要少。比如每个月射精21次以上的人群，前列腺癌风险比每月不到7次的人降低了将近30%。听到这儿，您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什么？难道年纪大了还要多做几次才好吗？别误会，这并不是鼓励您没完没了的来，而是说明适度的排精对前列腺有益处，至少不会像过去有些传言说的那样有害无益。其背后的原理，通俗地说，就是每次射精都像是给前列腺做了一次大扫除，把前列腺液里潜藏的一些有害物质和可能致癌的因子一并带出体外。就好比长期不开的水管容易积垢生锈，经常有水流过，反而更干净。对于60岁以上的男性来说，前列腺癌的风险逐年升高，如果能够通过适度排精来冲洗前列腺，无疑是件有益的事。当然，降低癌症风险光靠自己在家努力还不够，我们平时也要注意均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尤其是富含番茄红素的西红柿，对前列腺有副作用。另外，还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例如戒烟限酒，适当锻炼身体，提高自身免疫力。这些措施配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地预防疾病。手淫只能算是降低风险的一个小因素，可别把它当成防癌的唯一法宝。定期体检和遵医嘱筛查前列腺健康，比如验 PSA 指标依然非常重要，该做的一样都不能少。第二个变化，暂时减缓前列腺充血或肥大带来的不适。很多上了年纪的男性都有前列腺增生，也就是前列腺肥大的烦恼。这种情况下，前列腺就像个被吹胀的气球，体积变大后压迫着膀胱和尿道，让人老是有尿意却又尿不痛快。坐久了，下腹还发胀发紧。适度自慰其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这个气球放放气。当男性受到性刺激并射精时，前列腺腺体会强烈收缩并排出前列腺液，这过程相当于把长期积存其中的一些液体排空了，也缓解了局部过多的血液堆积。这样一来，前列腺的肿胀可以稍稍消退，压力降低，人就感觉舒服一点。很多老人家或许都有这种体会。隔很久如果没有排精，盆骨区域可能隐隐长疼，甚至尿频更严重。适当释放后，感觉下腹轻松了一些，尿也似乎顺畅了一点。这种舒缓正是因为前列腺内的压力暂时减小了。我有个邻居张叔，今年64岁，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原先因为不好意思碰那事，经常被憋尿憋得腰酸，小肚子胀痛，晚上要跑3-4趟厕所。后来在医生建议下，他尝试每周自己动手解决1-2次，结果没想到
最近他半夜起床的次数减少了，白天排尿也通畅些，整个人精神状态都好了不少。老张感叹，早知道适度弄一下这么管用，我就不用受那些罪了。可见偶尔给前列腺泄洪，对缓解良性前列腺增生的症状是有帮助的。当然，需要提醒的是，这只是短暂的缓解效果，并不能从根本上治愈前列腺肥大。如果增生严重，该吃药还是得吃药，该看医生还是要看医生。千万别把手淫当成治疗方法，日常生活中也要养成一些良好习惯，不要久坐不动，坐久了记得起来走一走，活动活动筋骨，促进盆腔的血液循环，不要憋尿，想上厕所就及时去。睡前2小时尽量少喝水，避免夜尿频繁影响睡眠质量。通过这些生活方式的调整，再加上适度的特殊运动帮忙，你会发现前列腺的不适能够得到更好的控制。总而言之，这第2个变化告诉我们，适度手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前列腺充血、肥大带来的不适，就像给前列腺减压一样。但毕竟治标不治本，我们还是要综合调理，才能真正远离那种憋胀的难受滋味。再来看看第3个变化，性激素水平的小波动。男人到了60岁，雄激素主要指睾酮的水平虽然比年轻时低了不少，但并非一死水。每次发生性高潮，其实体内的激素都会经历一次小过山车。有趣的是，有研究发现，男性在射精前后，体内睾酮含量会暂时升高，约1小时后再慢慢回落到正常水平附近。与此同时，还有一种叫双氢睾酮的强力雄激素，它和前列腺健康关系密切，在高潮过程中水平也会出现短暂的波动。听起来有点复杂，其实简单来说就是适度的手淫会引起睾酮和相关荷尔蒙短时间的小幅起伏，但很快身体就会恢复平衡，并不会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换句话说，您不用担心干坏事会一下子把人的阳刚之气都耗光，更不会像民间传言那样伤肾伤身。有的人年轻时脱发、腰酸，就把原因归结到手淫头上。实际上，头发的生长主要取决于遗传因素和雄激素水平，尤其是体内一种叫双氢睾酮的激素。适度手淫并不会让你的头发说再见。至于腰膝酸软，多半是年纪增长和劳累所致，并不是你释放几次就把肾给搞坏了。所以只要把握好度，身体完全扛得住这种小打小闹。相反，从长远看，适度的性生活还有助于维持体内激素的正常分泌，让人保持相对年轻的状态。这就好比汽车发动机要定期运转一下才能保持性能，人体的激素系统也需要适当练练功才更稳定。反过来，如果因为害怕有害而完全禁欲不动，压抑生理需求，搞得自己精神紧张、焦虑、抑郁，反而可能打乱身体的激素平衡，对健康更不利。所以第3个变化其实是在替手淫证明，只要不过度，射精引起的激素波动是正常且无害的，还可能是有益的调节。为了进一步呵护60岁后体内的荷尔蒙平衡，我们平时也要注重其他方面，比如保持规律的作息和充足的睡眠。睡眠充足有助于睾酮的正常分泌，还要学会释放心理压力，情绪放松有利于性激素的平衡。此外，进行适当的锻炼，尤其是力量训练，也有助于提高睾酮水平。这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加上不过度也不完全压抑的适度性爱，才能让老年男性的男子汉底气更足，精神更旺。接下来第4个变化是局部血流的改变，帮助缓解盆腔压力。我们都知道，在性兴奋和射精的过程中，身体会大量充血，特别是男性的骨盆区域，血液循环会变得异常旺盛。这其实相当于给前列腺和周围组织进行了一次小型有氧运动。前列腺本身布满血管，平时如果久坐缺乏运动，盆腔的血液循环就会变慢，局部容易缺氧，血液瘀滞。而当你通过自慰达到高潮时，骨盆部位瞬间血流加速，前列腺也处于短暂的充血状态，随后在射精完毕后逐步恢复正常。这样一冲一泻之间，就好比给前列腺做了一次按摩和冲刷，血液带来了新鲜的氧气和养分，又带走了代谢的废物，对前列腺来说无疑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很多中老年男性因为腿脚不便或者日常运动少，下半身的血液循环不太好，偶尔靠这样的方法活血，有助于降低盆腔的压力感。难怪一些泌尿科医生常告诉前列腺疾病患者，规律的性生活，包括手淫，对前列腺有好处，可以促进前列腺液的排出和循环，让腺体不至于憋着。当然，要让前列腺长期维持良好的血液循环，平常还是得结合其他运动锻炼，比如每天坚持散步，打太极拳，或者试试专门锻炼盆底肌肉的凯格尔运动，也就是提肛运动，这些都能改善前列腺附近的血流状况。如果觉得健身太累，简单的身走动，伸展腰胯也比一直坐着强。此外，每晚睡前用温热水坐浴一会儿，也是传统上缓解前列腺充血的小妙招。这些方法配合起来，日积月累，对前列腺的养护可是大有裨益的。第4个变化提醒我们，前列腺喜欢动起来的感觉，哪怕通过手淫这种私密方式让它活动一下筋骨，也是对局部健康有好处的。但光靠这一种运动还不够，动静结合，全面锻炼，才能让我们的前列腺一直保持活力。第5个变化是对排尿功能的短期影响。许多老年男性平时被尿频尿急困扰，排尿不畅更是常有的烦心事。那么手淫之后对小便究竟有什么影响呢？有的人发现，在射精完的当下立刻想尿尿时，可能一时半会儿反而尿不出来，或者尿线变得分叉，感觉尿道发紧。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射精刚结束时，前列腺和附近的组织还处在充血肿胀状态，尿道暂时有些狭窄，好比水管口被捏了一下，水流当然不顺畅。所以医生会建议性生活或手淫后稍微缓一缓，等几分钟让前列腺消肿，盆底肌肉放松一下，再去小便。过了这几分钟后，再解手往往会觉得尿比平时更畅快，排得更干净。这是因为前列腺释放完液体后，尿道通道变得通畅，尿液可以顺势冲刷，把残留的精液和细菌带出体外。简单来说，适度的射精活动对排尿有一个先抑后扬的影响。刚完事时可能尿不出来，但稍等片刻就能体验到一泻如注的痛快。对于那些由于前列腺增生而排尿困难的长者来说，这种短期的改善虽不能根治问题，但聊胜于无，起码能让你暂时享受一下顺畅排尿的舒爽感觉。而且每次射精后的及时排尿过程，实际上也是在冲洗尿道，有助于降低泌尿道感染的风险。不少人担心手淫会不会导致尿路感染或者前列腺炎，其实关键在于注意卫生，事前事后清洁好双手和私处，排尿把细菌冲出去，一般不会有什么感染。适度的性活动反而有利于前列腺炎的康复，因为可以减轻前列腺长时间充血的状态。所以那些得了前列腺炎就草木皆兵不敢过性生活的老兄们，可以放宽心，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排精，对病情并无坏处。当然，要真正改善排尿功能，还得多管齐下，比如每天要保证足够的饮水量，让膀胱有清水定期冲洗尿道，不要因为怕上厕所就不敢喝水。白天养成规律排尿的习惯，不要等憋到不行才去，避免膀胱过度膨胀压迫前列腺。晚上睡前不要摄入刺激膀胱的饮料，比如咖啡、浓茶或酒精，以免夜里频繁跑厕所。这些措施综合起来，才能长久地改善排尿状况。手淫充其量只是帮忙疏通尿路的临时小助手，可不能把它当成治疗排尿困难的灵丹妙药呀。最后，我们来说第6个变化，短暂促进心血管和全身循环。别忘了，性高潮可不是局部的事情，它对全身都有影响。当您达到高潮时，心跳会明显加快，血压也会上升，呼吸变得急促。这和跑步锻炼时的生理变化有些类似。虽然激情时刻很短暂，但毕竟也是让心脏和血管跑了一趟。有专家测算过，性爱时的心率和血压上升幅度大概相当于爬2层楼梯的运动量。也就是说，如果平日您爬楼梯都不在话下，那么这种运动强度对您的心脏也是安全可承受的。对于大多数健康的老年人来说，这样的小小冲刺实际上有益于锻炼心血管，使血液更通畅地流遍全身。更妙的是，
高潮过后，身体会分泌一些让人愉悦放松的化学物质，比如内啡肽等，使心跳血压逐渐回落，整个人进入一种满足而平静的状态。这对于缓解压力、改善睡眠都有好处。经常心情愉快，压力减轻了，心血管系统的健康状况自然也会随之改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适度手淫有点像一种特殊的有氧运动兼放松疗法，不仅让前列腺收益，也让全身各处的血管舒展了一把。一些研究还指出，保持规律的性生活的老年人免疫力可能更强，患心血管疾病和某些慢性病的风险也略低。这或许就是生命在于运动的另一种体现吧。当然，前提是您本身没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如果有心绞痛、严重高血压或心功能不全等问题，任何剧烈活动都需要谨慎，包括性爱在内，最好遵医嘱进行。正常情况下，适度的性爱活动对老年人的心血管系统是友好的。很多老年夫妻在和谐的生活中，不仅身体受益，感情也更加融洽。对于没有伴侣的老人来说，偶尔通过手淫来自我满足，同样可以获得这种身心愉悦的效果。可千万别觉得孤家寡人就与快乐绝缘了，运动也好，亲密也好，最终都是为了让自己身心健康、快乐长寿。因此，不管方式如何，只要量力而为，安全适度，都不失为强身健体的好办法。说了这么多，我们来好好总结一下吧。60岁以后，适度干点坏事，也就是手淫，对前列腺和身体确实有6大益处，分别是降低前列腺癌的风险，缓解前列腺肥大的不适，激发短暂的荷尔蒙积极波动，促进前列腺局部的血液循环，短期改善排尿通畅度，以及给心血管带来温和的锻炼。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意外？原来上了年纪，自娱自乐居然还有这些妙处。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它当作包治百病的万灵丹。前列腺要想真正保持健康，还是要靠全面均衡的生活方式和必要时的医疗手段。这6个变化充其量说明适度手淫对前列腺有帮助，但远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药。医生们也一再强调，既不要过度纵欲，也不必完全禁欲，关键在于把握一个度。那这个度究竟是多少呢？一般来说，中老年男性每周进行1到2次手淫或性生活是比较适宜的频率。如果感觉特别疲惫，就减少频次；反之，精力充沛的话，多来1、2次也无妨。总之，根据自身情况调整，以身体舒适、不影响第二天生活为准。对于中老年男性来说，开开心心、顺其自然地满足适当的生理需求，远比长期压抑自己要来得有益。同时别忘了，该锻炼锻炼，该检查检查，饮食清淡均衡，心态乐观豁达，这些传统养生之道一样都不能少。有伴侣的要多和另一半沟通，增进感情；没有伴侣的自己也可以培养兴趣爱好，丰富生活，让身心愉悦。偶尔为之的坏事不但不会伤身，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养护前列腺的小妙招。不过请谨记，凡事适度即可，千万别把它当成灵丹妙药而过度依赖。保持智慧而平衡的养生之道，加上一点点适当的自我释放，相信我们的生命线前列腺到了60岁以后，依然能保持应有的活力。该出手时就出手，让晚年生活更自在健康吧。